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大连女大学生倒贴老外的新闻，大家都听说了吧？这几天可真的是火遍全网啊！怎么说呢？有点堵心，有点来气。有人说这个中国人的脸都被丢光了，我觉得这个话有点重了啊。但是你听我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给你捋一遍，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这个事儿的核心人物啊，是一个大连某大学的21岁女大学生。那另一个呢，是这个乌克兰来的一个电竞选手。本来吧，八竿子打不着两个人啊，因为一场活动啊凑到了一起，结果呢就整出了一场席卷全网的风暴。这风暴里头啊，说什么的都有啊，有人骂这个女生啊，说她不自爱、自轻自贱，简直就是活该；也有人啊替她喊冤，说这是个人自由，学校凭啥管那么宽？是不是搞道德绑架？那这个吵来吵去啊，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今天啊，就给大家好好唠唠这个事儿。那看到最后啊，你可能会发现，从头到尾啊，最冤的那个，可能你想都想不到。2023年12月份那会儿啊，乌克兰有个打电竞的哥们儿 ，ID 叫宙斯，听着就挺霸气的。他来咱们上海参加一个表演赛啊，那在这个电竞圈里啊，也算是个小名人了。就在这场活动上啊，他认识了咱们这位21岁的女主角。大连工业大学的一名在校生，这按理说啊，这个粉丝见偶像啊，或者是年轻人交个朋友也正常啊。可是这两个人的发展速度啊，也是比火箭还快啊。据说啊，是天雷勾地火，当天就看对眼了。然后就直奔酒店了。各位啊，如果这事到此为止啊，那顶多就算一个一夜风流的八卦啊，咱们也犯不着在这聊半天是吧？这离谱的他就在后头呢啊，就是这个叫宙斯的外国选手啊，他不仅跟人家姑娘发生了亲密关系，他还拍了视频。那你拍了还不算啊，他还把这个视频啊发到了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对着他那帮外国粉丝炫耀。那这视频里有什么内容呢？在这个视频里啊，那姑娘呢笑的叫一个灿烂呀，一口一口的喂他吃零食，还特别配合的对着这个镜头啊，跟他那帮粉丝啊打招呼，又是比耶啊，又是笑的，哎呦，那感觉啊，完全是沉浸在爱情的喜悦里，丝毫没有意识到啊，自己已经成了人家炫耀的战利品。这个宙斯啊，在这个视频里跟他的粉丝吹牛，那话里话外的意思啊，翻译过来就是看。哥们儿牛吧，来中国打个比赛啊，分分钟搞定一个本地妹子。那言语啊，那表情啊，是充满了轻佻和得意啊，就怕把中国女孩真好追啊这几个字写在脸上了。这已经不是分享甜蜜了啊，这是赤裸裸的炫耀和侮辱，把别人的感情和身体啊当成自己的功勋章。这视频一出来啊，好家伙，那还得了啊！一下就从国外传到了国内啊，这互联网上瞬间就炸了锅，万能的网友们就开始发挥人肉搜索的超能力。很快啊，这个女生的个人信息、学校、专业，甚至一些真假难辨的照片啊，全都被扒了个底儿朝天。这一时间啊，大连工业大学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大家都在看这个学校会怎么处理。直到今年的7月8号，学校的一纸通报算是给这个事儿来了个官方定性。这个通报说，这个姓李的女同学因为和外国人发生不当关系，在网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依据学校纪律处分规定啊，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那因为一直联系不上他本人啊，所以只能用公告的方式送达。那这下好了，网上就吵得更凶了。这争议的焦点主要就集中在3个问题上。这第一，这学校到底有没有权利管这事儿？那人家谈个恋爱开房，是不是个人隐私呢？还有第二，这个女生她到底算不算是个受害者？那还有第三，这破事儿到底跟国格搭不搭边儿？是不是有点上纲上线了？咱们先说这个第一个，这个学校它该不该管？很多人都觉得啊，那都大学生了，成年人了，那谈个恋爱发生点啥，这是私德问题啊！哎，你学校的手伸得太长了吧？那这话听着是有道理，但是咱们得明白一个事儿啊。大学它不是你家的后花园呀，它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游乐场，它是国家的教育机构，用的是公共教育资源，那培养的是未来的社会人才。那你进了这个门，那就得遵守这个门的规矩啊，就像是你上班你要遵守这个公司的规定，对不对？你开车了你要遵守交通公则一样啊，一个道理啊。我特意去查了下啊，这个大连工业大学的学生纪律处分规定里，白纸黑字是写的明明白白啊，其中有一条就是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造成不良影响的，或者是有损学校声誉、国家利益的，那可以给予记过以上的处分，情节严重的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哎，你想想，他这个事儿都闹的不仅仅是全中国的网友都在围观了，国外的论坛呀、社交媒体上都在议论呀。那人家怎么说？哦，中国的女大学生啊，这么容易就被搞定了？这话传出去，丢的是谁的脸？说轻了吧，是你这个学校管理不善，学生道德水平堪忧；那说重了啊，他确实就是在抹黑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所以啊，这个学校按照自己的规矩办事，那从程序上讲啊，一点毛病都没有。再来看第二个问题，这个女生算不算受害者？这个论调啊特别流行啊，很多人都打着这个女权保护受害者的旗号啊，说你看啊，他被那个渣男老外给骗了，还被偷拍了视频，我们应该谴责那个男的，而不是指责这个女生。朋友们，咱们得讲点道理啊。那什么是受害者啊？如果你是被强迫的，那被下药了，或者说你是在这个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偷拍了私密内容，那你毫无疑问是受害者。谁要是敢说你半个字啊，那我第一个跟他急啊。可是你看这个视频里啊，那个女生是啥状态？她全程是笑嘻嘻，主动喂食啊，对着这个镜头是大大方方的打招呼。那神情那姿态啊，你看得出半点被强迫的意思吗？他完全知道对方在拍摄，并且非常乐意配合。他是一个21岁的成年人，不是一个12岁的未成年少女。他对自己的行为的性质和可能带来的后果应该有最基本的认知。所以说他是被渣男欺骗感情的受害者，或许呢有那么点成分。但他更是这段不正当关系的主动参与者和配合者，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渣男，而忽略他自己的选择和行为啊，这不叫保护，这叫和稀泥。那最让人不舒服的啊，就是那个老外的态度了。他炫耀的不是他征服了一个独立的、有魅力的女性，而是在炫耀看中国女孩多 easy 呀！这种物化女性、标签化一个群体的话啊，才是最恶毒的。而这种恶毒印象的形成，恰恰就是被一些不自尊、不自爱的人啊给喂出来的。总有那么些人啊，觉得跟这个老外扯上关系就特有面子啊，觉得自己就国际化了呀，高人一等了。殊不知啊，人家在这个背后指不定怎么嘲笑你的廉价和无知的。其实吧，这种事儿也真的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我给大伙儿举个例子啊，前段时间国内一所顶尖的985大学有一个博士后，这个也是个男的，在这个自己老婆怀孕期间啊，谎称单身出轨了另外一个女孩，后来被那个女孩发现了，直接就举报在学校了。学校的反应那叫一个快啊！调查核实之后啊，立刻发布通告，对他做出了退战处理，就是这个博士后的资格给你取消了。这事一出啊，网上一片叫好啊，大家都在夸这个学校处理得好，三观正。那个时候可没人跳出来说什么这是私德问题啊，学校管不着。也没人说这是在歧视男性，所以你看啊，大家伙心里那杆秤啊，其实是雪亮的。哎，我们反感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性别，而是那种没有什么道德底线、破坏公序良俗的行为本身。哎，不管你是男是女，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你做出了出格的事，你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就别怪大家戳你的脊梁骨。这些年啊，这种 easy go 的脏水是怎么泼过来的？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啊！我听一个澳洲生活的博主讲过啊，说他身边见了太多这种事儿了。有些中国区的女孩为了什么所谓的爱情啊，或者是想走捷径，拿个外国的身份就专门去找当地的老外。而这个澳洲那边呢，也有一些老头子啊，就喜欢找这种想留下的亚洲女孩。说白了，就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哎，一个是图身份，一个是图新鲜和控制。结果呢，好多女孩语言不通，没有独立的工作能力，在经济上完全依赖男方，活得像个附属品，最后被人家玩腻了，一脚踹开，这钱也没了，身份也没拿到，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那个时候你哭都找不着地方啊！这更让人寒心的是，这些个别人的行为，慢慢的就固化成了外国人对我们整个群体的偏见。那个博主说啊，有一次他朋友在国外街上走得好好的，一个老外上来就搭讪，他礼貌的拒绝了，结果你猜怎么着？这个老外当场就破防，对着他骂，装什么清高啊？哎，你们中国女生不都是很随便吗？听到这话啊，你说扎心不扎心？你说冤不冤啊？可你仔细想想啊，这种偏见不就是被那些不争气、不自爱的人一个一个的给坐实了吗？好了，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还觉得啊，就算他错了，那学校直接开除了，是不是太狠了？这年轻人嘛，谁不犯错，给他个机会行不行啊？各位，21岁了，真的不是年轻人能当挡箭牌的年纪了。哎，你已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你得为自己的每个决定负责。
大学呢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不是道德的收容所。如果一个学生啊，连最基本的这个荣辱观、是非观都没有，那学校培养你出来，对这个社会又有什么用呢？而且这个学校的处理看上去是挺严厉的，但是在程序上给足了他机会。这个通告里写了60天内他可以提出陈述和申辩。最关键的是啊，也是最能说明这个学校冤的地方来了。有细心的网友把这个学校这份公告里的潜台词给扒出来了。你们看啊，这整个流程是啥样的？第一步，去年12月底事发后，这个姑娘呢估计是觉得自己没脸见人，就再也没回学校上过课，处于这个失联的状态。这第二步呢，这个学校要调查这个事儿，找她呢，她不配合。还有第三步，这个学校按照规定一开始可能是想劝退，让她自己体面的走，她不接受啊，那就来了第四步。那没办法了，这个学校只能下正式的处分决定，然后呢开始尝试直接送达，就是派人当面给他，结果呢人家拒收。还有第五步，这个学校又换招，用这个邮政 EMS 给他寄过去，想着这下总行了吧？结果呢被签收方给退回来了。那又来了第6步，这个学校不死心，又尝试在法律规定上的留置送达，就是把这个文书留在他的住所，还是没用。朋友们，你们看啊，这个学校把能想到的招能用的程序全都用了一遍，从这个劝退到开除，从当面送到邮寄，可以说是仁至义尽啊。可是对方呢，就像一潭死水从头到尾就一个字儿躲，不沟通，不解决，不面对。他可能就以为只要我当鸵鸟，把这个头埋在沙子里，这事儿就慢慢过去了。但是他没想到，学校在所有正常途径都走不通的情况下，被逼无奈就只能使出最后一招，就是咱们看到的公告送达。这在法律上是兜底的方式，就是广而告之。我通知你了，你看不看得到都算送达了。结果呢，他自己想息事宁人，反而被学校用这种方式把他的事昭告天下了，让他结结实实的火了一把。所以你说这个学校冤不冤？摊上这么个学生，真是头都大了。那事情发酵之后呢，7月14号，那个乌克兰电竞选手宙斯，眼看着事情闹大，也跑出来道歉了。他说他不知道那个女孩有男朋友，而且他自己当时也是单身，没有结婚。这番话呢是真是假，咱也无从考证了。但是这道歉呢，更像是为了撇清自己责任的危机公关。说到底这整件事情的核心它不是什么中外文化差异，更不是什么性别对立，它就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做人的底线和尊严。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孩，不管你交往的是中国人呢还是外国人，自尊自爱永远是你的底气和基本盘。别总觉得跟这个老外扯上关系，你的身价就高了呀，就能在这个朋友圈里炫耀了。真正能让你赢得尊重的，永远是你自己的人品学识和能力。你自己都不把你自己当回事儿，你指望别人把你当成宝吗？那不就是做梦吗？这件事也给咱们所有人提了个醒这做人得有最基本的廉耻心，做事呢得有最起码的分寸感。别为了这一时的虚荣和糊涂就把自己的前程甚至把我们共同的脸面都丢得一干二净。那好啦，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了。屏幕前的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